下河奔到你面前，泪流满面，面羞相对无言，怕梦在敷衍，进了双飞燕，此生可否千里共婵娟？满天星辰都不尽缠绵，晚风又吹来无数思念，情在山水间，谁说古难全？一生一世都是初相见。郎君，郎君，大夫说您只能卧床静养的，小心伤口又挣裂了。您到底要干什么去啊？我没事。燕郎君，郎君有什么要紧事，非要出去不可的？世锦，哎，你出去。绣琼，你也下去吧。燕郎君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容老夫人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我的婚约，也不作数的。燕郎君不愿同我成婚。不愿。燕家送了郎君来，便是要同荣家结亲的。祖母留了郎君这么久，除了要考察人品，更重要的是巩固与燕家的盟约。郎君不中意我，那你中意荣家哪一位小姐？我去带你同祖母说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郎君这也不愿，那也不是，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我对大小姐的心意，容老夫人看得清，荣家每一个人，所有人都看得清。难道唯独只有大小姐不知道吗？你知道，你都知道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大小姐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你答应与我成亲，是因为我舍身相救，还是因为容老夫人的命令？你别说了，我不想知道。燕郎君心明眼亮，世事洞明，有些话本不必说出口的。既然燕郎君心有不愿，我去带你向祖母呈请，想来他也不会强人所难。容善宝，你就这么狠心，你就不能哄哄我吗？只要你同我说，你答应我，不是因为我们两家的盟约，更不是因为老夫人的逼迫，而是你被我打动了，愿意回头看看我就很高兴了。老夫人其实说错了，我没有那么大度，也没有那么宽容。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你，想做荣家的男主人。但我知道你心仪的是谁，一开始我就知道。你对别人都那么冷漠，那么高高在上，只有对他才会另眼相待。可他心机深沉又有野心，他的真心总是掺和着利用。他对大小姐是有所图的，而我没有。我不求你爱我，也不求你垂怜，
我只盼着你能高兴，可他却终究负了你。他不值得，他配不上你。对，陆将来对我有所隐瞒。那燕郎君你呢？可有一件事欺骗了我的？没有，一件也没有。我明白了，燕郎君不是要退婚，而是向我要一个承诺。对，我要你说，你我成婚之后，你不要再见他，就算见了他，也不要再理会。成婚之后，你说。你先躺下，我唤大夫来。我要你说，你答应我。我不答应，也不行。祖母做主的婚事，我敢不答应，她又要将我逐出家门了。石心，大小姐，请孙大夫来。哎哎，我知道了，只是有些话，我还需同他讲清楚。好，那你再陪我一会儿。二小姐，云溪，我听说你要将她留在荣府。是，祖母。胡闹！丽儿身上流着荣家的血，我才能容下她。她是什么东西啊？平白污了我荣家的门楣。云溪，你真是越来越让我失望了。老夫人，祖母，我从小最害怕的，就是你口中的失望二字。因为这两个字，寒冬酷暑，我苦练茶艺不敢松懈半分。因为这两个字，我让两个真心待我之人，隐姓埋名的生活在外面，只为成为你眼中合格的磨刀石。在您眼中，只有荣家的权势，便想将我们都变得如此。我乖乖听话了10几年，如今才敢问一句：这是对的吗？好啊！为了个男人，你竟敢顶撞自己的祖母！你过去学过的孝道规矩，都喂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丽儿3岁，亦能辨是非善恶，知道家人最重。安察手无缚鸡之力，亦能单枪匹马的从巡抚衙门中护送丽儿回来。祖母，过去我听你的，去争权夺势，可是到头来，却发现自己身边什么都没有。我这块石头，祖母用了这么多年，却从未真正在乎过我喜欢什么，擅长什么。如今，该放手让我自己来选了。你，
起来。荣云熙，你想好了？你若敢留下他，日后荣家的茶山商铺，你别想沾染分毫。天苍苍，原野之上，人海飘散在远方。夜茫茫，浓雪覆草，染白霜。黑茫茫，我想好了，一曲则断，天涯路无处可藏。是否隐蔽在月光？这样可以，好看呢。这边也有挂是吧？啊，对，这边也挂上啊。好，把这个拿过去吧。快点啊！慢一点啊。好，差不多吧，这样。没问题。小心一点啊。哎，行，那我挂上了啊。好。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进来。大人，怎么，为你知情不报，本官打了你10个板子，你家主子心疼了？究竟捎的什么口信儿，支支吾吾不敢说。大人，小的去了荣府，荣大小姐人在茶园没见着，可荣家张灯结彩，就要办喜事了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荣叶两家要结亲了。将那已沉寂的心扰乱，明月高悬为风雨星川，听哀叹红颜，随了了红尘，化作阑珊，草长大人，大人。凉凉散散，似雪冬长长，随流年漂泊。花开花落，日升日没，真情如烟波。人知知寂寞，谁在乎因果？潮起潮落，月圆月没。说破太淡薄，与谁能说？花开花落，日升日没，真情如烟波。人知知寂寞，谁在乎因果？潮起潮落，月圆月没，看破不说破，太淡薄。大小姐，此间茶树长得很羸弱，我已吩咐他们小心照料了。可昨夜一阵大风又给吹倒了。明日你去山下找些刻土来。为什么要去山下背土来？这里地势太高，有多为沙土。今年夏天暴雨不断，茶根都松动了，换一些山下的好土来帮助茶树固根。大小姐，借一步说话。
阿姨，你带着四小姐往前头去，看看防洞可有疏忽的。是。荣山宝，你又哄骗我！哄你？我哄你什么了？你说等案子了了，便会给我一个交代。我等了你这么久，这便是你给我的交代吗？哦，原来你都知道了。你回答我。我以为陆大人是个聪明人，当知道趋利避害该怎么选，不必。你骗我！你从来就没想过同我重修旧好，你要嫁别人去了。荣家的女人是不嫁人的。不管你是嫁还是娶，你都要将她留在你的身边，彻底取代我的位置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同她一道，只是为了荣燕两家的盟约，为了蜀地新的茶路，为了祖母之命。你对她动心了？放手！我不放。是，我先前是为了查案进荣家，可我知道错了，往后我绝不会再欺瞒你一次，永远都不会了。你爱的人明明是我，为何要同叶白楼成婚？我都跟你说过了。我不信。你荣山宝绝不会轻易任人摆布，更不会随便改变心意的。你告诉我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，是不是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我叫你放开！淋一场轰轰烈烈的雪，看眼前飞过的喜鹊，它孤单地把自己虐，也找你要理由？好，我告诉你，荣家的男人都是温驯的、听话的，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桀骜不驯、处处算计的。荣家女人最忌讳的就是有野心的男人，继承人更不可能轻易被男人左右。那位丢了国家的女王就是前车之鉴。你我二人缔结姻缘，非但遭祖母所忌，更不为荣氏先祖所容。你都要同别人成亲了，还想让我听你的话？荣山宝，我告诉你，你真敢背信弃义，同那燕白露成婚，我便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真正的不驯。你最在意的不就是茶园吗？我图的是法子毁掉你的茶园，叫你的茶队走不出临界。你明知道我不是那种服服帖帖的男人，就该清楚，我陆将来拿命换来的情人绝不会让与旁人。谁要敢来抢夺你，便是我的仇敌。你叫他试试看。你敢碍我的事？是你先抛弃的我。我叫荣云书，寻了个难缠的书生，原来最难缠的还在这里。你想要了结？好，我给你个了结。2、
宝儿，宝儿，龙山宝，快把门打开！天还没亮，大小姐就走了。她去哪儿了？今日是大小姐的良辰吉日，为防陆大人做出一些不得体的事来，还请大人委屈一下，在此留至明日太阳升起。他敢！好好在这守着。哎，明日鸡鸣时分再放人。是。把门打开啊！开门！真是个狠心的女人。干什么呢？大姐姐让我盯着你好好干活。哼。里边请。一眼望不到头，都排到后面去了。里边请。里边请。是啊。大小姐，老夫人众小姐们都在祠堂等待观礼了，宾客们也已入席，待大小姐行礼毕，再去席上敬酒。走吧。老先生，醒醒，快醒醒！你快看啊！君代，老先生，你家大人呢？他人呢？他昨夜去了茶山。备马，我要赶紧去茶山。是。快点几个得力的，同郎先生一道去。哎。郎君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能顺利与善宝结亲，这病体未全的燕郎君都把伤痛忘至九霄云外了。大小姐说要延后的，她却坚持强撑病体如期行礼，这是多怕大小姐变卦呀！大小姐到。祖母，我荣家不比别个，不行那些繁文缛理。我家女儿定下姻缘，只需2个人前往雌雄柱下，立下永世为好的誓言，得到荣家历代祖先的祝福，从此变成一对佳偶了。燕郎君，我荣家崇拜天地自然，信奉万物有灵。这雌雄2柱，原是悬崖绝壁上的2棵古树，历经千载风霜，
传说可沟通天地人神，是极有灵性的。而你脚下这片地方，更受荣氏历代先祖的庇佑。凡在此立誓者，当摒除杂念，虔诚祷告，不得有半点隐瞒遮饰，否则必遭誓言反噬，回天地祖宗不容。燕郎君，你想好了，当真要在这行礼吗？我心怀坦荡，并无隐瞒处，又有什么事不能发的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像外人那般欺你骗你的。那就行礼吧。先跪拜祖先。祖母，是断头香呢。住口！断头香，这个我是不想知道的。我荣家素来以女子为重，只有你拜她，没有她拜你的。好了，郎君身体未愈，不宜久战，余下一事全免了，只待二人在柱前发了誓，从此便是一对夫妇了。善宝，善宝，不许行礼！你怎么来了？陆大人好大的官威呀，竟带人不管不顾闯到我荣氏的祠堂里来。看来你是半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呀！事出紧急，只得莽撞行事，还望老夫人海涵。今日我若是不来，恐怕荣家就要同个罪大恶极的凶险结亲了。陆大人，我家郎君从未得罪你处，哪能满口罪过的诬陷人？失信。陆大人，若是因为善宝，的确是我的过错。你心中有怨也是人之常情，可这里乃祠堂重地，你不可在此随意攀污，牵累旁人。叶朗泉，哦不，我叫错了，你不是燕白楼。来人，把真正的燕白楼带过来。
呦，这人长得好吓人啊！这是什么人啊？快看他的脸！是啊，好生吓人！太瘆得慌了。他有舌头。他是什么人？他没有舌头。陆大人从哪里寻来一个口不能言、手足皆废的人？竟说是燕家宝树，他怎么会是燕白楼呢？魏瑶杀我，魏瑶是谁？我又是谁呢？魏瑶，便是当年魏克俭的原配夫人留下的长子。只因魏夫人早早亡故，魏家才又迎娶了杨氏。纸上字迹潦草不堪，我整理了一番，直接告诉诸位吧。燕郎君自蜀地往临济，中途结识了一位独行的书生，二人意气相投，相交慕逆。这位书生自称要去临济寻亲，燕郎君好心邀其同行。他们一路跋山涉水，途经孤州附近。这位书生以走近道为由，将众人引入密林。7、8个仆人毫无防备，深夜惨遭山匪屠戮。幸亏家仆以命相护，燕郎君同那书生得以逃出升天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站住！站住！快，在那边！站住！就在前面！想跑，杀了他！魏兄，别管我了，一起走。燕君客气了，快！还是你先行一步吧。站住！站住！我要他，就算到了黄泉路上，也有口难言，有手难写，有冤难伸。这伙山匪以为他断了气，便将尸身扔到了山间。可他命不该绝，尽管手足俱废，还是活了下来。幸得好心人资助，一路行乞到了临济。仅凭寥寥几份涂鸦，有用的证件也无，陆大人就要定我的罪过，何其武断荒唐！陆大人，我向来敬重你的人品，处处待你以诚，就算你心生妒心，肆意阻挠婚约，也不该用这等卑劣的手段。一日传扬出去，必定引人耻笑，与你的官声何异？祖母，我来到荣家的时日也不短了。我是谁？我的品性如何？难道一个陌生人就能轻易玷污吗？我会立刻遣人快马赶回蜀地，寻得燕家人与我对证。可我不能容忍这种羞辱，还请您与我些信任，把这些扰乱婚典的人都逐出去，不要让我颜面扫地，沦为笑柄。何须你惺惺作态？我已派人前往燕家一行遇难的孤州，燕家老宅自然是要去的，只是路途遥远，还望老夫人容我时间查证。如此说来，除了此人的供证，你没有其他的证件了，那就不要打断我孙女的婚典。白楼，起来吧，祖母信你。郎君，小心！大小姐，难道您真信这些人说的谎话？他们合力陷害我们家郎君呢？郎君为了您命都不要，再真心也没有的。世心，你侍奉你家郎君多久了？燕家郎君出身茶园名门，学了20年的做茶，身边的小厮却不懂得如何扦插茶叶，实在与情理不合。
都说了让你别乱忙，这茶醉要斜着插才算好。虽说燕郎君借口实心是半道收容的下仆，我还是起了疑心，便叫人暗里查证。原来郎君带进我荣家的仆役，竟都不是出自本家的仆役。善宝，你疑心我，只因我常年在蒙山山顶，寺里不便仆人伺候，凡事亲力亲为。原本也有本家仆人，只因水土不服得了痢疾，终到被我打发回去，这才寻了新仆。难道这也算罪证吗？是吗？关于给老夫人、大小姐请安。你不是去银州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请老夫人恕罪，小的临行前被严长师叫了去，特意嘱咐了一桩要事。滚接着点啊！好，水囊放好。好嘞。务必办妥。是。小人并没有去银州，而是前往了蜀地燕家，查证了燕郎君的身份。小人还带回来一个人，老夫人您仔细瞧瞧，这燕祥老爷子，可是燕家30年的老管事了。郎君，郎君，哎呀，郎君呐，郎君呐，你怎么这个模样了？是谁害你成这样的呀？你们，郎君，骗子！原来你打一开始便要捉拿我。没错，我是取代了燕白楼的身份，可我来到荣家起，哪有半点对不起你之处？你怎忍心这么对我？你还在做戏？你逃出临济，隐姓埋名，耐心等待复仇的机会。得知荣家要为大小姐择婿，你于中道接近燕白楼，与其结交，模仿对方的言行举止，蓄意将其引入死地。自己则冒名进入了临济，中途还收留了一位流浪儿，改名石心。不依书时，或未死于饥寒。石心慕长，矢不忘于忠义，可你念念不忘的分明是仇恨。杨鼎琛就是死在了你的手上。这操作太神奇了！是啊，差点就被他骗了，可不能轻饶了。贺新明已经认了杀人，无需再去编造谎言。他进去时，杨鼎琛已经发病。仆人称，杨鼎琛已经多年未犯过传忌，定是你趁人不备，在他的香楼里动了手脚。贺新明不过是你的替死鬼。天道昭彰，报应不爽。我魏家白担了10年的罪名，10年，多少无辜族人落罪流放。若非当时我去益州求学，恐怕早已身陷囹圄。杨家的罪恶，用他杨鼎琛一条命来换，已是太过便宜了。那杨氏呢？你魏家众人无辜，难道杨氏就该死？她从未做过一件恶事，不忍伤害任何人，即便遭受婆母丈夫的苛待，她也肯站出来替你魏家作证。她求的不过是在佛堂苟延残生，你还不肯放过她，非要逼死她不可。他
是我魏杨两家仇恨的祸端，是个不吉利的女人。因为她，整个魏氏家族遭受了数不尽的磨难，她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你魏家确有无辜受累之人，但你的祖母苛虐继母，父亲视而不见，他才是一切家乱与祸患的由头。你不怪祖母严苛，不怨父亲无能，不恨杨家狠毒，竟将一切罪过推诿一个弱女子，分明弃她无力反抗，何等卑劣可笑！你还敢在此大放厥词，申诉冤屈，你不配！宝儿，息怒，别伤了身子。他不配。问他，问他，冒名进入荣家，究竟意欲何为？魏瑶，你先前屡屡向我示好，只为降低我的戒心，利用我来打压温灿、贺兴明等人。待我得了大小姐青睐，你又当着荣家的面揭晓我的真实身份，以此博取老夫人的欢心，成为最终的赢家。你隐忍蛰伏荣家多日，莫非是把帮助杨氏的大小姐也视作仇人，想要蓄意报复荣家吗？陆香来，你把我的心思猜得这么透，可唯独说错了我对大小姐的情谊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吗？你本就是一滩淤泥，哪里还需要人诋毁？荣善宝，我对你说过的“亡命天涯”是真的。你不配。是啊，我不配。以我一己之力，重振落魄的魏家很难。但有了荣家男主人的身份，可就易如反掌。都怪这讨嫌的魏死，否则眼前远在蜀地，音讯难通，得过个1年半载，你荣家的子嗣有了我魏家的血脉，你还能杀了我跟孩子不成吗？怕是你此生都没这个机会了。压下去！走。祖母，送我回房。烟雨漫过长亭霜，景色破碎于旧月光。你眼底浮动的星芒，是前朝未解的记账。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，我愿做笔锋千年守望。烽火燃尽时问你眉间苍凉，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。墨香映透江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怎样？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势坍塌，趁几分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统领瑶心菩提下。茶眼角深时光，踏碎旧万丈，岁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终成荒凉。
踏碎酒万场雪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终成荒凉梦场，爱是刺破水网的寒芒。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文化，用亘古心雕作终章。荣云熙，你想好了，你若敢留下他，日后荣家的茶山商铺，你别想沾染分毫。不靠荣家，我们得想想其他的赚钱方法了。我有个主意，我们做创新冷泡茶吧。如今夏季，大家都爱喝冷泡茶。实际上，冷泡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。在饮茶之风盛行的宋代，有一位叫何德修的文人，将冰块握在茶叶之上，发明出了冰茶。宋代还有一种将点心和水果茶结合在一起的玉林茶泡，做法是将糖渍冬瓜镂空雕刻成不同的形状，再放入茶中，好喝又好玩。到了明代，各种水果茶、干果茶更是成了百姓们的最爱。胡桃松子泡茶、蜜饯金橙子泡茶、盐笋芝麻木樨泡茶、木樨青豆泡茶、木樨金橙茶、咸樱桃泡茶，可以说是百味茶饮，百种滋味了。